Hello， 大家好呀，这里是七家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那年我们第7章的故事。上一章我们说到，严秀从小家庭经济状况就不好，他一直勤工俭学，为的就是有一天出人头地。没想到阿雄打开了他紧闭的心房，虽然他很爱对方，但是在得知阿雄有着很好的艺术天赋，却为了他放弃进修的机会后，他决定和阿雄提出分手。阿雄因此非常痛苦，即使多年过去后，他仍然没有放下严秀。借着开幕式的事，他向严秀表达了自己的心意。回到本章，阿雄是一个很喜欢逃跑的人，这个奇怪的爱好还得从他小学说起。当时老师抽到他下节课朗诵，郁闷的他为了摆脱这个灾难，灵机一动躲到了树上。老师为了哄他下来，只好取消了他的朗读任务，这让阿雄尝到了甜头。从那之后，他就开始了人生的无数次逃跑。面对严秀时，更是将逃跑用到了极致。严秀曾诱惑过他，只要他能坚持跑下来半个马拉松，就会同意和他一起戴情侣戒指。当时阿雄本以为自己这次不会逃跑了，没想到严秀比他还了解他自己，最后他果然没坚持下去，还是选择了逃跑。如今的阿雄仍然喜欢逃跑，想到昨晚他和严秀说的那些话，他就想找个地缝钻进去。不久后，让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。弟弟因为他出道的事情，准备给他举办一个庆祝派对，到时候摄影肯定少不了的。在听到严秀也会来后，阿雄顿时一阵头大，他决定再次逃跑，偷偷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。和阿雄不同，严秀从来不做逃跑的事情，他认为那是最懦弱的表现。但是因为那晚的事情，他第一次选择了逃跑。另一边，因为工作上的困难，志雄再次向分叔要起了企划，分叔满足了他的需求。然而当志雄看到企划是谁后，顿时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和李企划似乎是老仇家，见志雄转身准备离开，彩兰叫住了他。他们现在真的很需要一个企划来帮忙。志雄见此只好强忍怒火。李企划虽然和他不合，但是专业能力还是有的，分析的头头是道，成功堵住了志雄的嘴。很快他就写好了企划大纲，然而志雄告诉他，他的企划应该完成不了，因为主角两人都逃跑了。时间来到1个小时前，几人来参加派对时，发现阿雄和严秀失踪了，电话也都打不通，这让志雄很奇怪。他知道阿雄是个逃跑惯犯，但是如果严秀也逃跑了，那肯定是两人之间发生大事。弟弟和闺蜜交换信息后，瞬间猜到了，一定是昨晚发生了什么事。很快阿雄就接到了弟弟发来的消息，他选择直接无视掉，准备躲起来想清楚才回去。而严秀也和他一样，不过他比阿雄要面子一点，将逃跑美其名曰为了暂时回避。回到现在，李企划了解情况后，非但没有跟着着急，反而觉得非常有趣，这让志雄很恼火。现在主角都不在了，再有趣也拍不下去。李企划却看出他似乎有意不想让这个片子拍好，为了能拍出更好的效果，他向众人提议来段旅行，将阿雄和严秀绑架到荒山野岭，然后再来拍摄他们。此时的两人并不知道他们被惦记上了。爱看书的两人最终都来到了图书馆，结果再次发生了偶遇，两人也不能装作不认识彼此，只能尴尬地打起招呼。聊了几句后，两人的尴尬感也少了很多。在阿雄的邀请下，严秀决定和他一起去吃饭。另一边，NJ 正在一个落后的农村中做志愿者，其中一个志愿者很友好地送了一瓶水，结果等午饭时就和其他人说起 NJ 的坏话。原来他是黑粉，因为恶意评价 NJ 被投诉。这次和 NJ 一起参加志愿活动，也是为了让 NJ 取消起诉。不过几人由此更加讨厌他，重伤 NJ 装样子，背后有很多金主爸爸等等。这些话深深地伤害了在一旁偷听的 NJ。回到阿雄这边，他带着严秀一路来到自己家的餐馆。阿雄爸妈见到严秀后都非常开心。等安排两人坐下后，阿雄妈去厨房做起严秀最爱吃的菜。叔叔这时来到了这里，看到阿雄的一瞬间就要拍下来照片发给正寻找他的志雄。幸好阿雄爸及时将他轰了出去。分叔也得知两人逃跑的消息，但是他并不是很意外，因为10年前他负责拍摄时，两人也出现过这个情况。志雄听到这个消息很振奋，好奇分叔是怎么将对方找回来的。结果分叔告诉他，他什么都没做。不久后，两个人就若无其事地重新出现了。言外之意就是让志雄不要担心，对方很快就会自己回来。志雄听此对分叔又不客气起来，
告别了分书后，他回到自己的工位上，彩兰告诉他已经整理好可以前去的地点，现在就等着将阿雄和严秀抓回来了。志雄见此带着他准备出发，不过并没有带上实习生泰勋。此时阿雄正和严秀吃着饭，见两人聊着无关痛痒的家常话，阿雄爸正想送吃的，结果阿雄突然问起严秀，他这段过得怎么样？严秀则告诉他，他从毕业后就开始上班，一直到现在。昨天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，是因为喝醉了。不知为何，阿雄听到这个回答愣住了。阿雄爸妈见严秀起身离开，连忙从厨房拿出小菜送给他，还想让阿雄送送严秀，没想到严秀却一脸阴沉地夺门而出。严秀没有注意到阿雄的情绪变化，一路上不停嘱咐阿雄要对自己爸妈好点。阿雄则突然停下来，原来他感觉自己在这段感情中很卑微。如果严秀说最近过得很好，他只能表示白担心了；如果严秀突然要跟他分手，他也只能不明为何地答应下来。他告诉严秀他彻底厌倦了，说完转身离开。另一边 NJ 的志愿者互动即将收尾，见几位志愿者还在他面前装样子，他直截了当地揭穿了他们，还告诉他们自己不会收回对他们的起诉。这下几个黑粉彻底慌了，不过他们最终也没有挽回 NJ 的心意。阿雄在回家的路上又懊恼起自己刚刚说的话，再加上弟弟和闺蜜还在电话那头捣乱，正心情郁闷时 NJ 给他打来了电话。不知不觉间 NJ 已经把阿雄当成了自己的避风港。很快他就根据阿雄提供的地址来到了他的身边，得知阿雄是逃跑出来的，他安慰起阿雄来。这时两个小朋友见到女明星后连忙来要签名，这让阿雄有点惊讶，没想到就连小学生也认识 NJ。 不过他很快就重新陷入郁闷中。见此 NJ 主动提出约他一起吃饭，阿雄因为刚才吃过饭，于是拒绝了他。 NJ 一下子生起气来，抱怨阿雄在和他打交道的时候，每次都是他主动来找他。见 NJ 列举了自己的几大罪名，阿雄不好意思起来。此时严秀也在这里晃悠，他给阿雄打去很多电话，对方都没有接。正担心时，突然见到 NJ 和阿雄动作亲密，这让他完全傻掉了。命运就是如此巧，志雄此时也找到了他。其实 NJ 只是在帮阿雄擦掉不小心掉在衣服上的冰淇淋，不过他确实对阿雄有意思。见阿雄仍然不解风情，没有往那方面想，他直截了当地告诉阿雄，其实他对他这么好是因为喜欢他。阿雄瞬间愣住，不过 NJ 继续说道，他之所以喜欢阿雄，是因为每次一看到他心情就会变好，这种心情就和他看到喜欢的吃的、喜欢的宠物是一样的。阿雄这才松了口气。NJ 突然起身，原来那两个小朋友已经带了一大帮人来要签名了，他只好赶紧溜走。志雄装作没有看到阿雄和 NJ 的样子，没有揭穿严秀的散布谎言。严秀自暴自弃地表示，就当这一切都是他的错吧。志雄则安慰他，他和阿雄分手，两人各有一半的错。这句话把严秀逗乐了。志雄说的话像是个恋爱大师一样，然而在他的印象中，志雄似乎从来没有谈过恋爱。两人正互相开玩笑的时候，前方突然出现了纸箱人闺蜜，原来对方是喝醉了，除了他，弟弟也喝得烂醉如泥。阿雄看着一片狼藉的家，再加上弟弟和闺蜜之前捣乱的事情，拿着枕头就招呼了上去。不过打归打，闹归闹，家里还是要打扫的，弟弟是指望不上了，阿雄只好亲自出马。另一边，严秀将闺蜜安排下来后，意外地发现志雄和奶奶似乎是熟人，奶奶对志雄非常热情，还拿出吃的来招待志雄。见奶奶笑得那么开心，严秀的心情也随之变好起来。时间来到第二天，志雄一大早就来到他家楼下，非要拉着他去兜风。严秀拗不过他，只好同意下来。而阿雄在家打扫时，突然见到弟弟大包小包的离开了这里，还没等他想清楚怎么回事，一辆黑车在其身边停下，直接将他拉了进去。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车上的都是老熟人。就这样，他和严秀迷迷糊糊的经过4个小时的颠簸，来到了一座大山中。阿雄本以为志雄是在跟他开玩笑，结果看到严秀后瞬间愣住。志雄进行说明，他们将会在此度过3天2夜，为了防止两人偷偷跑回去，他还特意挑选了这段没有车就走不了的地方。本章完。本集结局也是交代了分叔说的那件事。那天阿雄突然旷课，而严秀也破天荒地向班主任提出了早退申请。结果之后两人又在图书馆偶遇，志雄因为昨天向严秀说了过分的话，害怕身为同桌的两人气氛会很尴尬，所以才选择了旷课。见阿雄低头了，严秀也没计较，两人重归于好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
两人的爱好和脾气真是一点都没变。不过看起来两人这次的误会非常严重，那么到底会不会再次重归于好呢？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发表自己的看法哟。好了，七家的解说就到这里了，关注七家不迷路，七家每天都会为大家带来最新的韩剧解说，动动小手给七家点个赞再走吧。我们下集再见喽，拜拜。